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爱情是人生里的一场奇遇，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遇见里获得幸福。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最美好的爱情，并不是感悟你有多好，而是感受你对我有多好。大家好，我是莎娜。使人疲惫的从来不是远处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鞋子里都不会有那一粒沙。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严品红。守护爱情就是守护我们美好的人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黄先生38岁，来自四川物业管理；张女士39岁，来自四川，全职妈妈。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矛盾？我夹在他和我母亲之间太久了，我真的累了，而且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照顾孩子，照顾2个家庭，分身乏术。我也没有闲着，但2个孩子都累，他是知道的，我只能逼他快点成熟起来，能撑住这个家。那你们有想过分开吗？其实想过，但是我不想我的孩子变成单亲家庭，这样对他们来说太残酷了。所以我想找到一个方法，让婚姻继续下去。当然想过，我们的性格确实差得太多了，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孩子确实太小了，如果贸然选择分开，对谁都是一种伤害。为了孩子，为了他，可以选择忍耐。欢迎二位，2个人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我们结婚已经4年了，现在有2个孩子，大的孩子3岁半了，小的孩子4个月。男孩女孩啊？老大是女孩，老二是儿子。哎呦，儿女双全真好。那今儿咋的了？这是？今天来主要是因为家庭矛盾。然后我老婆和我母亲就是关系处理不是很恰当，然后我掐在中间，比较难受。4年的时间呢，咱们这样不着急，从头说说啊。这既然这个4年都没解开，它肯定不是1天2天的结了啊。我们2人是在2020年的4月份左右认识的，然后认识没多久。然后我父亲因为一场车祸，然后就走了。然后老大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老爸出车祸的前1个星期左右怀上的，也就是没结婚已经怀上孩子了。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有要结婚的打算吗？当时还不清楚，都是父亲走了，可能9月份差不多10月份。我老婆才发现就是怀孕了，然后我们去检查才确定的。确定了怀孕了，然后正好赶上父亲刚刚离开。对对对。然后父亲因为生前的时候，他一直都希望有一个孙女之类的，然后刚好老大又怀上了，就想着顺理成章的就把他生下来。你们2个人那个时候谈恋爱谈了多久啊？3个月左右吧。所以其实刚刚开始恋爱的那个阶段。对，就刚好遇见我父亲出车祸那一段时间，他是一直陪着我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他适合过日子。这算是陪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重大的最大的最大的低谷。所以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这不是一切挺顺利的吗？后面因为我母亲的性格特别的强势，我母亲她以前是做生意的，后面生病了，基本上快接近20年的时间，她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全部是靠我的父亲。然后不管是去到处看病啊，还是煮饭啊什么的，他很依赖我的父亲。突然之间父亲走了以后，他心里面很压抑，甚至于他自己也不想活，然后心情也低落。加上成都的老年人就是思想化的话，他觉得老的一辈走了，不应该在当年结婚生子的，这样是对长辈的不敬。
这个好像是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的对，习俗的，这些老年人有老传统，也是能够理解。守孝对3年之类的，对吧？尤其是他的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对。所以也就是说，当时你提出要结婚这件事情，妈妈是反对的，是吗？从一开始就挺反对的。后面母亲因为她爬楼梯摔断了就是脊椎骨，然后在家里面躺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而这3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又要照顾老婆这边，然后又要照顾我妈那边。当时还没有把她带回去见过我妈，只是我给她提过这个事情。直到快生的时候，然后才把她带回去的。带回去，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我老婆要做饭啊之类的，所以她挺辛苦的，怀着孕还要照顾您的妈妈。是的，是的，那一段时间在我看来是最和谐的吧。那母亲也就应该会同意了你们2个这门婚事。不会，他们2个性格都有一点强势，就容易产生摩擦，慢慢的小的争吵就变成了大的争吵，直到老大出生以后，才慢慢的缓和了一些情感上面的冲突。也就是说到老大出生都没同意你俩结婚这事。对，一直到老大差不多快必须上户口了，然后才去领的结婚证。是妈妈同意还是你俩偷偷去？妈妈同意，因为我的户口一直是跟着我父母走的。张女士，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她妈妈是不同意你们走进婚姻，甚至说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吗？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后来就是7、8个月的时候，他把我带回家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母亲不同意。因为我刚刚去的时候，他母亲叫我去房间，他说你进来一下，然后我进去了，他就说叫我把孩子打掉。我说你早一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因为我回来都做饭都做了1个多月了，你才告诉我不能要。我说肯定不可能打掉，因为我说现在他这么大了，我说对我身体也是种伤害，肯定是不可能打掉。我婆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自己选择生下来的话，就让我自己就是跟老公一起负责，她不管。婆婆把你叫到房间，她不同意你们这一桩婚事的理由告诉你了吗？她的意思说，第一她老公才走，第二的话，她觉得她儿子就是从小比较娇生惯养，就觉得可能跟不了我生活上那种稳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她的工作也辞了，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2个人刚刚交往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你发现自己有了宝宝之后，你就决定要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就是很多事情很突然，然后我也私底下跟我们2个就商量过，我跟他说，我说，要还是不要？然后我老公说他要，他说毕竟是一条生命，我说要，那我就要把我带回去，然后我们2个只能单独住，不要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比较自由一点，我不喜欢跟老人住在一起。他当时也是答应了我的，我也觉得他答应了，就是决定了跟他在一起。我怎么听起来这个你都住过去照顾婆婆1个月，他才提出这些，是不是你母亲对这个女孩本身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进门啊。都1个月做饭做1个月了，拉过来说你打掉吧，这。他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以前我的性格就是属于很暴躁的那一种，不太能忍让的。我老婆的性格呢，也属于很倔强的，她觉得我们早晚都会爆发一些很大的矛盾出来。你们俩性格不合。对。所以到了老大出生了之后，实在没办法得上户口了，母亲才妥协的让你们去领的这个证。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了老大以后，我妈还有我的亲戚些都发现老大和我爷爷长得特别的像，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不是，什么叫孩子和爷爷长得像，你们俩才能结婚？那不孩子长得如果就不像你爷爷，这婚就不能结了吗？哦，也不是吧。那这女孩都已经生完孩子了，到现在没给人家一个合理的一个交代，这不有点太欺负人了吗？就从头到尾听到的都是说因为孩子，因为孩子，2个人结婚难道不是应该因为双方吗？然后结了婚之后还是住在一起的吗？因为女生不是说了吗？说不愿意住一起，对不对？对，还是住在一起。然后后面有一次因为争吵比较大，然后就搬出来了。什么事儿？我母亲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这份工作呢，因为需要涉及到互联网上面的拍摄，有一个视频是需要我和领导之间，就是假装的情侣那一种的，发到抖音上面的。就因为这件事，然后和我发生了很大的争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妈决定让我们搬出去住。就是有一次我在楼上。然后睡觉，她婆婆就上楼来，就没敲门，就直接推门一下子进来说：“你这样。”她说：“我儿子出了什么事情，我要找你算账。”她不在家，我们两个人就是对吵对骂的那种。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妈了。”她说：“你不叫就不叫，爱叫不叫。”她说：“你滚出去，你马上就滚出去。”所以最后你们两个人就搬出去了。对。搬出去了，那不就好好过吧？搬出去了，那一份工作又丢了。为啥丢了？这一个争吵的问题，他骂到领导那里去了，就被领导知道了，我没法，就只能把这个工作辞退了。你怎么骂到他领导那儿去了？有一天刷短视频，我就看到他们在网上拍那个亲热视频，我当时就问我老公，我说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拍这个短视频？我说那么多人都看得见。他说是他领导要求的，他就是没有告诉我，就是我就觉得他不尊重我，然后我就跟他吵，情绪一下失控了，然后我就去那个网上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女的发信息，那女的就说：“你一天在家带孩子，她说你还不自信。”然后我就回她，我说：“我告诉你，我说我自信得很。我说但是你自己做了什么？我说心里面不知道吗？不清楚吗？”她就没说话了。然后她就说：“那个女的是她的领导吗？”领导。是我的总经理。所以这个事儿就受不了了，然后把人家领导也给骂了。没有骂，就是问他，然后他领导说：“那你不喜欢，那我就可以以后不让他拍了。”我说可以。然后我老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跑过去直接辞职了。然后我婆婆就从这件事情就很记恨我，知道吗？就是我把他工作搞丢了，就这样子。我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说以前的时候，先生是一直就陪在你身边没工作的吗？没有。就是我父亲走了以后，那1年多2年没上班没工作。没工作。因为我父亲是出车祸走的，我需要打官司啊那些。还要处理他的后事啊，这些。你就把以前的工作辞了？对。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养孩子？对呀，女生也没有工作呀。我妈。所以你妈才敢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家，因为你们靠的就是她嘛。吃着父母的，然后对妈妈还那样。对。那这就搬出去了，两个人就可以开始好好过日子了吧？后面的时候，因为和我妈的关系慢慢的缓和下来一些，然后。老大要准备上幼儿园了，最后我妈说的，干脆让你们搬回来吧，然后就又搬回去了。不是不就是因为有矛盾，所以搬出来了，然后你们终于可以独立了，就为什么又要搬回去呢？因为第一离我妈比较远，她的身体需要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很多时候我需要去陪伴她，然后第二就是孩子要上幼儿园的问题。上幼儿园怎么了？稍微离得近一点，离住家的。你俩是租房子是吧？第一次搬出去是我妈出钱给我们租的房子。哎呦，我的天，这俩人，你妈还出钱给你们租房子，然后租的那个房子那儿不能有幼儿园吗？我户口是他妈不拿市户口出来中心的跟他上学，户口。他妈就是当时不拿户口出来上学，我老公也天天往家里面跑嘛，洗个澡都要跑回去的那种，然后又经常回去吃饭啊什么，两边跑，我就觉得可能还是有点累。后来老公就一直说我们在外面住了3个月呀，又天天吃外卖嘛，然后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搬回去好一点。3个月天天吃外卖，那在婆婆家不是你在做饭吗？出去的时候也做饭，只是说基础上没有怎么做。那你在婆婆家的时候是谁做饭呢？开始的时候是我做，后来我有孩子以后就是我婆婆做饭。所以其实你在婆婆家是婆婆供你们吃，供你们喝，还得每个月给你们生活费。然后搬出去住呢，婆婆还得给你们租房子，然后还要和婆婆吵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底气可以跟婆婆吵架。对婆婆来说，我养活着你们呢。我没有跟她吵，只是她每次都是先找我吵，然后就是人家都出钱出力，然后又那个什么，又伺候着你们，人家还不能说2句啊？但是孩子那些钱是我出的，比如那个时候我刚刚不是。那当然了，那孩子是你的，你还想让婆婆出钱呀？但是我没有上班啊，但是我把车子卖了，因为我奶奶死了以后，我不是当时就是没有钱回家嘛，叫我婆婆拿500块钱，我婆婆都不愿意给我的那种。我的天哪，姑娘，你回不好意思的，你回你们家拿的这个车票钱，这不你应该和你老公想办法，你怎么能？我老公他没有办法想啊，老公就去找他妈，然后他妈就说我，就是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才怀孕8个月，我奶奶也死掉了。
就是走了。我那时候继续要回家，知道吧？搬回到婆婆家之后，那继续在生活在一起，又发生矛盾了吗？矛盾还是有一点，但对比以前就是我老婆要忍让一些了。然后直到老二出生的时候的原因，然后又吵了一次。你们俩，你等一下，你在这个中间你工作了吗？他是3年过后才工作的啊，就是老二出生过后才工作没多久啊。老婆到现在就是从老大开始就一直没工作过是吗？是。所以你们俩怎么敢要的老二啊？就是说了，你们俩真的是有勇气。那生完老二这个吵这架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的外婆，她现在有的时候和我妈一起住。我外婆有90多岁了，就是脑袋可能反应啊那一些稍微慢，然后有一点老年痴呆的感觉。老二刚刚出生没多久，然后有一天抱着老二，然后到处走，太累了，好不容易把老二放到床上，然后我外婆突然之间又把门打开，问他睡着没有，然后老二又突然醒了，他就很不高兴的说了一下我外婆，然后我妈听见了。他说：“婆，你没看见我抱了那么久啊？您先不要说话了，等他睡了都。”因为语气比较重啊，所以我妈听见了，她就认为是我老婆在吼我婆婆。不是说吼，她直接说我骂她的，跟你姨妈是这样说的。她没有直接和我老婆发生争执，然后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姨妈，然后我姨妈来和他发生。他姨妈第2天上门来跟我大吵，然后我说你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就又跟我吵。弄清楚了骂的也是你，我没有给他，你什么贡献都没有，在这个家里。我咋没有贡献啊？咱不说生孩子啊，生孩子是你夫妻俩的事儿啊。对于人家外婆和你婆婆来说，你们就是在这个家里白吃白住啃老的，人家当然可以骂你。你们要是自强自立、自立门户，你姨妈会过来，只能劝你婆婆别说这儿媳妇儿，她也不容易，她有点烦。但是我一直要上，产后有点抑郁。要带孩子，主要是给谁带孩子呀？谁的孩子？你婆婆的孩子？我婆婆她也没有帮我。姨妈的孩子？没一点都没有帮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他还没帮你啊，给你们住的地方给你们出钱，还要帮什么？但是我老公他没有上班。对，你要骂你老公。我是骂了他，但是没办法，因为婆婆要拿钱给他花，我没办法。这个。那你不花呀？意思是？我是没有花过我婆婆的钱，就是吃饭那些。你活到现在，养大2个孩子，你住的那个房子不是水电费不花吗？然后出去外面吃东西就全是我自己。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说太没良心了。你自己付的这个钱，您的钱哪里来的？就是因为我卖了那个车子嘛。哎呦，我的天！你们2个人现在是已经搬出来住了，对吧？搬出来了，是。对。搬出来住了3个月了。3个月了，然后男士是还想搬回去是吗？现在搬出去住的位置，实际上离我母亲可能就只有2公里的样子。房租谁出呢？没，这个是家里面的房子，就是没出租了，然后收回来自己再住。哦，那不现在这样挺好的吗？啊、你们搬出来住了。但是我母亲就是她的病特别的多，还有搬出来住以后，很多方面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开销方面吧。毕竟我现在才出来重新工作没多久，然后经济上面还是有一点压力。所以你的目的是今天想要让我们帮你把你媳妇儿和你妈的问题解决掉，你们好再搬回到你妈妈那儿去住是吗？可以这样理解。是这个意思是吧？我们来帮你们想这个办法哈。那来，女生，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在外面住挺好的，挺自由的，然后我想做什么就没有人管我的那种。你是不主张要搬回去住，你想继续维持现状的，对吧？对，我喜欢。所以，然后我跟我老公也不争吵，我回去就跟我老公天天吵。你们2个人的感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吗？觉得？感情，我觉得我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男士觉得你们的感情有问题吗？应该没有太大了吧？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吧。先说这个哥哥吧，大哥就是。我觉得你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旧思想里面的啃老族。我们现在说新的啃老，其实您还是想回去啃老这个事情是比较现实的。但是我们说现在新时代的啃老是什么啃老？是你要全职去考研考公，然后靠着你的那个什么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一直来供你继续往前深造。
那您这种就是啃老，就是典型的，就是宅家摆烂，然后就是在家里就是吃喝玩算，所以您还没有与时俱进，你还没有到新时代啃老。我建议您可以与时俱进一下。接下来讲说张女士，您当全职妈妈是比较辛苦，但是咱不要持恩自重，你知道吗？你的性格很要强，但是姐妹，就是要强有一个前提是独立。独立加上要强这2个字在一起是莫大的优点，但是要强如果只剩下要强，就彻底完蛋。你也处在一个就是认知比较低阶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干什么？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学习也好，兼职也好，干什么都好。你现在是2个孩子的妈妈，就是您在很多大是大非上说的问题是你站的立场是绝对错误的，其实。但是你目前没有意识到，你的老公也是绝对错误的，你们2个夫得不了正，在这个命题上，你们俩从先不懒开始谢谢。婆媳关系是这个世界上很难相处处理的一种关系，但是你们的婆媳矛盾原因很特殊，你们是依附在婆婆身上生存生活的小夫妻，但是这一切你不要误解了。婆婆只是看在自己儿子的份上，她根本不看在你的面上，所以你们还想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根本做不到。所以有一点，如果你们2个人的婚姻还想继续，妈妈的那个门是不能再进的。你们2个人如果还想好好过，去打一份工，养2个孩子，只有你们自己在小家庭的屋檐下好好过，让婆婆看到了你们能够独立生活，好好的温暖的温馨的过日子，或许在将来她会改变对你的看法。谢谢。2位巨婴啊，你们2个人就现在跟你们家那老2没什么区别，都是没断奶的娃。没断奶的娃最起码知道跟妈亲，你们2个人是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你婆婆根本不是强势，你婆婆是人家本身就有话语权。你们2个人婚姻问题以及婆媳问题，我觉得这是其次。今天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觉得搞清楚一点，就是你们2个人现在是为人父母，是成年人了，咱们稍微能站得起来一点，行不行？就是给你们的孩子做个榜样，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天天看着我爸我妈就躺平吃我奶奶的。你现在刚生完孩子，你可以说我刚生完孩子，我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咱在家能不能做点什么兼职？这么长时间脱离社会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工作能力，咱能不能趁现在学点东西，学点技能，以备之后你如果有一天被扫地出门了怎么办呢？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人生怎么办？我为什么在刚才的时候我问到我说你们2个人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感情有问题？你们2个人都说没有，那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到你们2个人发现你们2个人之间感情问题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婆媳矛盾的这些问题充斥着你们的生活，所以让你们无暇顾及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其实你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危机。女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被带回家的那个时间节点，是因为她的妈妈需要有个人去给她做饭，所以你是什么？你是被当作保姆的，你是那个工具人。一开始我挺心疼你的，我觉得你大着肚子还要给他妈妈做饭，但是我返回来一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把你带回去？他不是喜欢你，他只是需要你。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人完成他爸爸的遗愿。我爸爸生前的时候想要一个孙子孙女，没有，所以今天他娶的不是你，娶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懂吗？包括他刚才说那句话，为什么最后妈妈同意了？是因为孩子生出来了，长得像他的爷爷。都不是因为你还在这傻不愣登的说我没办法工作，你未来的人生怎么办呀，姑娘？所以我说你们感情现在没有出现危机，感谢还有婆媳矛盾吧，因为婆媳矛盾在这给你们挡了一剑。接下来其他的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觉得第一，先学会感恩，这是做人的基本。不管怎么着，妈妈对你们不错，她再不同意你也供你们吃供你们喝。第二，尽快独立吧，再不独立的话，人生也就这样了。谢谢。我跟莎娜老师唯一
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将来也不太会出现情感矛盾，因为你们三观一致，你们互相欣赏。但凡姑娘是喜欢一个强有力的、能干的、能够自己自食其力的那一种小伙，她也不会选你。你但凡要是喜欢一个支棱的起来，自己干劲儿十足，又是考博，又是考研，又是考公务员这样的女孩子，你也不会选她。你们两个人其实就互相欣赏，你们可对彼此的脾气了，在一起无比舒适，而且心里头也都很清楚，彼此是彼此最佳，对吧？都是找到顶配了。姑娘，你还算是幸运，你知道哈，就是能嫁给他，你是正好遇到了几件事儿，否则他不会选你。但凡他父亲还在世，他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他会跟你谈一阵对象处处，也会劝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行，咱就放弃了。总之，家族都会设门槛，让你进不了他家门。进来了之后，你接下来就是不聪明。你的人生哈，就是如果苦在不聪明，来了以后应该分清时事，知道我该取悦谁。家里头最应该取悦的是婆婆呀，因为婆婆是自己掌握着钱，婆婆掌握着话语权。在家想取悦老人，最简单的办法，对她笑，对她甜一点，她说什么你都只需要回复好的妈。你在家里不哭丧个脸，你婆婆日久了看你都会觉得本分踏实。在这个家里头有苦劳啊，又要带孩子，又要管我们，还能够跟我一起照顾年迈的外婆。到时候是由你的婆婆敲打她，小子不许乱玩了啊！这个媳妇儿可以，又能生又对我们全部都好，这就是家里掌舵的女人，未来她才有可能把她的舵交给你管。你的人生吃透婆婆才能留得住，你要么聪明点，要么呢你就等着随时下课，就这么简单嘛。对于先生来讲的话，我对你没别的要求，你父亲对你都没要求，在世期间但凡父亲对你有要求，早就要求你考公务员考研，别在家混吃等死了。爹对你没要求，娘对你没要求，外婆对你没要求，老婆对你没要求，我对你有啥要求？所以就唯一都是保持乐呵呵的乐天派，以及家产在手里不要散玩，永远不要有不良习惯，听老婆的话，做好你们家的传承人。你努力的为你们家生了2个娃，这就是你的贡献了，其实很棒，加油。哎，我挺感叹的哈。多啊，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来，我们换上下一组嘉宾。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何先生25岁，来自贵州学生；陆女士21岁，来自广西员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矛盾？他的脾气很怪，
情绪总是不受控制，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我不知道以后该如何跟他相处。我有时就是非常情绪化，从小就这样，而且经常莫名的发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想过要怎么解决吗？我想过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带他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但他就是不肯。而且他离开了父母，来到了我的城市生活。我不想辜负这段感情，就是不想他逼我。我的情绪是可以治愈的，他只需要陪在我身边就好。但是他就是老逼问我，我也很烦。二位好，谈恋爱多长时间啦？1年多。为什么男生还在上学，女生已经工作了呢？对，25岁上大4啊。因为他是退伍的，退伍复学嘛。好样的，很棒，好样的啊！现在谈恋爱遇到什么困难了？存在我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点。一个就是他情绪波动比较大，就是很情绪化。第二个就是消费观念。第三个就是沟通。第四个可能就是家里面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我的天哪，1年半已经这么多问题了。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你俩咋认识的？去年夏天去广东，然后我哥的厂里面去帮他干一点活。有一天无聊了，然后打游戏邀请附近的人，然后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2个人就在一起谈恋爱了。但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吧？因为你说你是去你哥哥的那边。对。当时在广东待了有2个月嘛，回到自己的学校之后，他和父母那边有点矛盾，然后也想尽快的，就是过来奔现找我见个面，这是。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从广东坐高铁来贵州找我。现在就在一个城市了，对吧？现在是。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相处的怎么样？刚开始相处的话是蛮好的。因为第一次见面嘛，然后也考虑到他大老远的从广东一个女孩子来找我，我觉得我挺珍惜这份感情的。在他去找你这次之前，你俩是不是一次面都没见过？对，没见过。当时是他在外面租房嘛，我在学校住，每天我都会利用课余时间，然后跑过去照顾他，帮忙收拾一下他自己租房的那儿的一些卫生啊这些。你说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有多大？当时所有的经济开销都是我来嘛，然后自己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没有很多的收入来源。然后1个月的时间花了7、8千，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后终于在一次购物的时候，他看上一套衣服没给他买，情绪就慢慢凸显出来了。回去的路上也是我试图和他沟通，然后想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局面嘛。什么话都不说，他点了2杯奶茶，我去拿回来，怎么样都不要。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就算再怎么生气，你也不应该说是得理不让人这种。然后我就激发已久的情绪嘛，就在那一次爆发出来，然后把奶茶砸在地上，然后大声吼了他一句，然后说滚这类似的话的。他就情绪失控了，然后把自己手上的首饰这些全丢到地上，衣服鞋子这些都脱了丢在地上。然后当时那旁边有一条3、4米的深沟，想爬到那上面。他是要准备跳沟吗？这么激动，这么激烈。对，然后当时我大概在那劝了半个多小时，我实在束手无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无奈之下只能报警处理这件事儿。报了警之后，警察来处理嘛，把他安抚好，送回去，送到租房的地方去嘛。事后半个多小时，我又不放心，因为我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甚至还有一些自残的行为。他以前就有吗？表现过1、2次。是因为跟他生气，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我一直都有。你没有看过医生吗？你一般是会因为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的行为呢？吵架，然后
的。也是你出的。大学生哪来的这些钱呢？父母给。退伍复学自己手上存了一点。他退伍挺好。那女生你为什么不？反正你也毕业了，你为什么不找份工作呀？我刚开始是搁家里帮忙工作的，也有钱。因为我是跟家里人吵架了嘛。然后才说出门，然后过去找他。你自己去的时候有带积蓄过去吗？有，然后过后了，我爸妈他们也给钱。您带了多少钱去？一开始是2000多，过了半个月，然后又给了2500。也就是说，一共你带了4500就投奔他去了。然后我只在那里待了1个月，然后我就回广东了。为什么回去了？因为自己实在是提前消费的额度太大了，然后没有经济能力支撑了，然后就想着送他回去了，然后也马上临近过年了嘛，然后我也要放寒假，然后就把他送回家了。我问一下啊，你回到广州了，没再回到他身边，还是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在那边也是一直就是叫我过去找他，然后我又去广东打了1个多月寒假工之后，把他接回到贵阳我学校。现在又回到贵阳了？对对对。那你上班了吗，姑娘？上班了。有工作。这非常好。在贵阳已经有工作了哈。工作呢，他能正常这个工作吗？这不是老有情绪啊，什么吵架呀，这个那个的。在工作方面的话，还是很可以的，老板这些都是比较喜欢的嘛。你刚才说到你们两个人之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一个是情绪，还有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消费观念。消费观念怎么不一致了？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消费能力、承担能力不够了解，喜欢乱消费。看到一个东西，或者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东西，就会很想要，马上就去购买的那种。久而久之，也就消费超前这些。因为他来这边之后，其实父母就没有管过他了，也没有再怎么给过他钱，都是靠他上班或者我这边给他资助一点。就消费是之前就开始养成了的，因为上学的时候他们1个月就给4000多，然后就还是在学校嘛。那你还说你父母对你不好不管你，1个月给4000多？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搁学校读书，因为长期都不回去。那谁上大学不都是在外地读书，长期不回去，父母给生活费？我是读大学。那你读的什么？职校。好，家里有钱，娇生惯养。你家人知道他的存在吗？知道。这就是你家人也是给你钱，让你给他花钱，是这意思吗？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挣的钱。他刚才说到第3个问题，就是说到家庭的问题。他说他们家里面不太同意。是的，因为第2次回来嘛，然后就带他回家见了家长。家里第一眼看到他就把我拉进一间房，然后就跟我说我俩不适合。你爸妈不同意的点是什么？没有原因，就是不喜欢。跟我朋友说过，好像说是长相太瘦弱了，这个我就觉得很不理解。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没必要就是说是父母说啥就是啥。既然他能鼓起勇气来到我的城市，那么我肯定也要去自己自立自足一点，去负责他的那一部分嘛。您是以什么理由带他回家的？就直接给我父母讲是我女朋友。对，那你怎么说服女孩去的？他也没反对，就。您为什么不反对？没有，我一开始我说我不想去，然后他说回去一趟，然后我一直说我不想回去。对呀，因为你们2个人，他大学都没毕业呢，八字没有一撇呢，你在这个时候上门，搞得有一点像是硬赶着要往人家家嫁似的，人家家怠慢你都是很正常啊。他们家人怠慢你了吗，姑娘？反正我感觉我去的话，反正我每次都不舒服。就他们对你不热情是吧？对。第1次就告诉了她男朋友不喜欢她嘛。对。但是她虽然没明说，但你应该能感受到别人喜不喜欢你，对吧？然后过后我就没有去过，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他家。你们2个人今天是谁提出要来的？我提出的。你来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我俩之间就是完全没有沟通。不管是发生任何事情，就是不能通过沟通去处理一件事，只能通过沉默。久而久之，我感觉就经常冷战是吗？对，他处理我们2个之间的矛盾，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冷漠冷淡来解决。然后我的话又
喜欢去交流沟通，要了解其中的缘由。第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感情就是经常冷战，你受不了。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情绪化这一方面。你觉得他的情绪你有点害怕是吗？对，很害怕。我从那一次之后，我都不敢再激起他的情绪了。姑娘，你今天为啥来啊？就他说想解决一下。你觉得这是问题吗？我感觉不是。你觉得你们俩感情挺好的，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没有，我就感觉有时候情绪不稳定之类的，然后其他的都没有。哦，你只是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并没有觉得跟他之间有什么问题，对吧？对，就是你还觉得挺满意你和你男朋友现在的感情状态的哈。对，最可怕的就是在一段恋爱当中，一个人觉得挺好，另外一个觉得问题很大。对，哎，男朋友，你说如果他这些调整不了，你们相处也有2年了是吧？对。那要调整不了怎么办？调整不了的话，我觉得要考虑一下是否继续坚持。姑娘，如果这个男生真的和你分手，你会怎么样？他觉得不合适，那就分手。啊，你能接受吗？我不后悔。你也不会去采取其他的方式去做？不会。好，毕竟他家里人也不同意嘛，也不喜欢。对呀。好，明白了，明白了。姑娘，我最后有一个问题问你，你为什么今天从头哭到尾？因为就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说的第一件事，他让我滚的那一次。哦，他让你滚，然后你想起来很伤心，是不是？哦，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男生可能你有个能力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弱一点，就是其实你不会什么叫有效安慰，你不知道什么叫正确安慰。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有效安慰的前提，你首先是要倾听加共情。其实我觉得你也不是那么有耐心和有包容心去了解你女朋友的过往的。而且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你内心是抵触的？对，因为你觉得那。如果他真的未来在事业上或者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他，但是我觉得现在你们俩不适合继续谈恋爱了。我先问一个很老土的问题：女生爱这个男生吗？说不上爱，但是你已经依托在他身上，你有没有感觉？你对他是有依附感的，对吧？对。男生喜欢这个女生吗？按照现在的想法的话，没有之前的那种喜欢了，只不过也就是说，这个喜欢度在降低。对，听刚才讲述了以后，我认为这个女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大家去帮她的。可能最重要能帮她的那个人就是你。对，女生要明白，人是情绪动物，但是人是要学会控制情绪的。情绪它是会感染的，情绪它也是会循环的。您看，买衣服不买你就不高兴，结果你把他的情绪感染了、点燃了，你不是同样也爆发了吗？
这就说明他在某些程度，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甚至是一种逃避。他今天已经感觉到有一点情感危机，所以他才违心说我现在说不上对你的爱。但是我问他，他是不是依附在你身上，他承认。等到一个女生，她希望有一个依靠在她身上能够满足我，并不是说物质，包括精神的情感的，那肯定是爱呀。这个女生是需要呵护的，是。但是这个女生，即便你去找心理医生，解决不了，心理医生没那个药，那个药在你自己手里。其实，人的性格确实很难改变，但是自己可以努力的去修正。你才21岁，有很多的迷茫很正常，但是他真的缺失一个能够给他一个臂膀的人。他是渴望的，他有时候的这种发泄是无意识的，往往伤到了别人，也伤到自己。所以我想你变得开朗起来，放下了，走出来了，有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谢谢。我有一点不同意于老师的观点。于老师的意思是，现在女生要靠男生去帮她变得开朗起来，对吧？对。要依靠男生，病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能靠任何人，你只能靠自己，而且也不要给男生绑上这样道德的枷锁，说因为你是他的男朋友，你就必须要对他负责任。对不起，谁对谁的生命都负不起这个责任的。相互折磨两个年轻的生命，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光阴岁月，为什么要陷在这种无意义的相互折磨和内耗当中呢？所以有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就这么简单。谢谢。我不觉得现在严重成这个样子了哈，姑娘。甚至因为您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的配合使整个事情的问题显得都在你身上。你的配合是指，当你的男朋友控诉你的时候，你委屈和承认，你已经不打算自辩了，你也自我认知为我是一个情绪失控的人，这不就是煤气灯效应吗，姑娘？煤气灯效应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它是2个人在跳的一个双人舞。你的男朋友认为你情绪容易失控，你认可了，那么你就被操纵了，你现在就是自我感知叫做我的情绪容易失控。我们把整个事情复盘一下，一个男人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非逼我，一定让我说话，我就不想说话，他砸奶茶，他吓到我了，他也伤到我了，我觉得不可理喻，我把首饰脱了还给你，我走。我决定走得很决绝，男人却一直尾随我，跟着我，于是我可能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也许是为了吓唬他，也许在那一会儿我上头了，这有什么问题呢？那个时候你才19岁，应该对吧？对。所以对于年轻的你来讲，不善于处理突发情绪，不善于处理在冲突下怎么保护自己，你可能采取了一些
极端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你因为还很年轻，你的火气也比较冲，你表达火气的方法跟他不一致，对吧？所以为什么叫你有病，他就没病呢？有病的人为什么不是你呢？点头的小伙，因为是你老要逼着一只蜗牛从壳里出来。蜗牛说：“我的习性就是如此，我遇到了危险，我想回壳。我从壳里待好了，我就出来了。你要指着他说你冷暴力，拿个砖头我要砸了你的壳，我一个人砸还不行，我得叫4个老师一起帮我把你的壳给砸了。为什么？凭什么？所以在整个恋爱里头，你要问我散了吗？散不是因为姑娘你有病，而是你可能会在他的身边，他会成为刺激你的刺激源。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你可能不善于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学着慢慢处理自己的情绪的。起初的时候都可能用过歇斯底里，用过可能自己都觉得有一些自我伤害，或者是吓唬别人等幼稚的方法，直到慢慢的我们掌握了一些成熟的方法，帮助自己软着陆，让自己不受伤害。这是岁月会教给你的，姑娘。当然，如果你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你去看看医生也是不错的，但不要轻易给自己进行自我暗示，也不要让别人给你暗示，让你认为自己真的有问题。这桩感情我听到里头有2句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调节了，就是他说的想分手，你说的没那么爱。所以我不会调节你们一定要在一起，但是希望你们分完手了以后，都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要委屈自己硬和那一个人在一起，否则这一种关系会变成
下待会儿的结果。感谢两组嘉宾，好，请回到正门后。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信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第一组，黄先生、张女士，各位老师怎么看？他们会出来吗？我认为是肯定会出来。而且坚信刚才他们在这一个坐着的时候，两个人其实是有交流的。我觉得会出来，他们俩都很需要彼此，很需要彼此。来，认出来，他俩其实是在一种彼此适合的方式下，只是希望他们更独立，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对他俩多相爱啊！好。那他们两个人到底是否会出来呢？我们马上给大家揭晓答案啊！3、2、1，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3、2、1，请开门。没问题啊。还是挺般配的。有啥想说的？就是今天来了这一趟以后，受益挺多的。回去以后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这个小家庭，然后对母亲应该如何做到真正的孝顺，还有如何去努力赚钱，不应该再像一个啃老族，这样活下去了。你这个说得很对，但是有一个问题，两个人有共识了吗？暂时不回婆婆家一起屋檐下。其实回不回婆婆家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们俩能孝顺，真正的孝顺父母，真正的爱孩子。姑娘学点技能吧，准备准备，啥时候该出去工作要出去工作了。他没问题的。接下来进入浪漫30秒。接下来，何先生和陆女士，各位老师什么意见？我认为会出来。不出来，不分手吧？不出，和平分手，彼此感谢。我也觉得不出来。我认为会出来。哦，就您一个人会认为出来？那我们看看4位女士和1位男士的猜测，哪个阵营会胜利呢？来，3、2、1，请开门。对，4比1，哇，真没了。还是我们多数战胜了少数。对，所以说女生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看了，不用期待了，不用期待了。于老师戴着眼镜也没能看到真相，翘首以盼。好，为你们鼓掌。其实如果发现感情不合适，分开也是一种新的方式，也挺好，对，也挺好，是一种新的开始。没错。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我们下期再见。